她是东宫太子妃，我也是明媒正娶啊。近日，我时常梦到过去的自己，那个被家里纵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只一心一意捍卫自己爱情，正值芳华豆蔻、鲜艳明媚的姑娘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又眼住了？无妨，几更天了？3更天了，您还可以再多睡一会儿，等到天一亮就是娘娘的好日子了。您忘了吗？今天是您执掌枫叶，与陛下携手接受百官朝拜的日子呀。13年，我从籍籍无名的小镇姑娘，到如今母仪天下的皇后，众人羡我得宠万千，唯我自己知晓背后何等心酸。当年我云英未嫁，敢爱敢恨，发誓要嫁给世间最好的男儿，却在乡野间捡到了快要死掉的姬成国。那时他受了伤，脑子也坏掉了，问不出名姓来处，只一个劲儿地冲我傻笑。你说说你，成天吃我的用我的，怎么还不给我当小相公啊？我给小昭当小相公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就说。意思就是我要跟小昭在一起一辈子。说着一辈子，却在我们大婚当日，让他的太子妃领兵进来，控诉我挟恩图报，谎攀高枝。挟恩图报？京中来的贵人说话都是这么蛮不讲理的吗？我救了他，我们真心相爱，怎么就成了挟恩图报了？既然你爱他，那更应该让殿下回到原本属于他的位置。难不成你要他跟着你一辈子，待在这乡野之地做草莽匹夫？我要和小周在一起，不管是作为太子还是匹夫，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那时我以为这就是真爱，觉得世间儿郎最好的样子，就何该是他这样一生独一，只爱我。既然殿下都这么说了，你又是殿下的救命恩人，总不好太怠慢。不若你做个侧妃。我自是不肯的。她是东宫太子妃，可我也是明媒正娶，明明都是妻，凭什么要我做小？听说东宫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，数不尽的绫罗绸缎，还有各种好玩的。小周，你先忍忍，总归我跟他没感情，心都在你那儿呢。我要守着我的小相公，不被别的女人觊觎。于是，在16岁生产那天，我以太子侧妃的身份嫁入东宫。小姑娘的爱总是张扬又霸道，一次次拘着爱人在床榻缠绵，总想证明自己比木讷无趣的太子妃更重要。当初你没得选，所以才娶她做你的联姻对象，我不怪你。但现在你有的选，所以你绝不能负我、欺我，让我不开心，知道吗？那是自然的，我的小周岂是他能比的？可后来，河宫上下议论我飞扬跋扈、目无尊卑时，他却……侧妃将至，还不跪下？他称我侧妃，唤我将士，逼我向别的女人低头。可明明在床子前，他不是这副样子。侧妃这个名头，不过是做给旁人看的。你是我妻，是我认定的爱人，不像那个沈一罗，轰占着太子妃的名头，却只能夜夜寂寥，独守空房。可我就是不高兴嘛，明明都是妻，我却要向他行礼，这不公平。这有什么？你不喜欢，我就给你免了这些门道规矩。我的小周，只要永远开心幸福就够了。我不跪，我凭什么要跪他？就凭一罗是妻，你是妻。我真是平时太惯着你了，在我跟前你都敢如此放肆。来人，压着他，务必让他给太子妃跪下。不行啊，你这腿弯不下去。不，他明知我最怕痛，最爱面子，最不想在他面前认输。我跪，我跪。我会在落日刚灭之前，用实心抉择。我永远在你身后，欲言又止，用爱为你种下美丽于世，藏好你心事。那日风雨飘摇，我跪在院中，浑身湿透。姬承光却拥着沈一罗站在廊下，一眼都不曾看我。主子，
我的肚子好疼。沈一罗，嫂，我求你帮我叫太医。太医不会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就算讨厌我，但我腹中的孩儿无罪。这是殿下的意思。东宫的第一个孩子，绝不能从你腹中诞生，只有我可以。起初我以为姬长光是忌惮沈一罗娘家的权势，才不得不与他虚与委蛇。可后来我发现，沈一罗不光身怀有孕，临盆之日和我原本的产期竟相差无几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我们爱意势浓的时候，他明明说着爱我，转头却跟一个他丝毫不感兴趣的女人颠鸾倒凤。明明都是他的孩子，他却偏偏选择了沈一罗的，而放弃我的。恭喜太子妃是个健康的小皇子。凭什么？他沈一罗的孩子可以平安降世，受河宫祝福，而我的孩子却只能化成一滩血水，赖在地里无人问津。我恨他，恨姬成国，更恨我自己。折了傲骨，被锁在高高的宫墙里，连哭都做不到。用余生守候你名字，我会在落日刚撇之时，又是新抉择。我永远在你身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他像是真的心疼我，神色悲戚，话语哽咽。我不知道我是该夸他演技精湛，还是该笑自己眼拙至此，竟长久以来错把豺狼当忠犬。不过这都无所谓了。小昭，姬长光，你曾说会对我一心一意，护我余生喜乐无忧，可我所有的悲苦都是你带来的。为什么不要我的孩子？为什么我们中间偏偏有个沈一罗？小昭，我是迫不得已。又是迫不得已。当初他逼着我给沈一罗下跪，我因此小产，失了期盼已久的孩子。但是他也是这般抱着我，说着什么对沈一罗只是利诱，让他做我的挡箭牌，什么皇室中人身不由己，要我体谅他的不易，如此冠冕堂皇。既然你是迫不得已，那让沈一罗的孩子去下面陪我们可怜的孩儿，应该也没关系吧？相公，小昭，那到底是一条生命。我们的孩儿不也是一条生命吗？他甚至还没能来到这个世界，亲口喊你一声爹爹，就不明不白的被扼杀了。小昭，你别闹。月亮总是消除我因丧子之痛而崩溃绝望，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和沈一罗争宠的戏码。为了安抚我，他把西域进贡的奇珍异宝通通送到了我宫里。侧妃的命可真好，不过失了一个孩子，就能换得往日荣宠复归了。这样的荣宠沾着血，真叫人恶心。我闭门不见，他就上赶着来找我。后来我称病抱恙，他带了好几名太医对我嘘寒问暖。太医治不了我的病，让他们走吧。听话，这些都是宫里最好的太医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解决的。但若是我患的是心病呢？原本是可以好的，但一想到害我生病的人总在我跟前假装若无其事的扮深情，这心啊就生了疮，化了脓，流的到处都是，怎么也好不了了。行，小昭，我知你丧子之痛，可隔了这么久也该翻篇了吧？这段时间我对你的好，河宫上下都看得出。殿下到底是真心对我好，还是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一心一意的对你好，不是吗？这话我也奉还给你，我一心一意对你好，不是让你在2选1的时候舍弃我跟孩子，选旁个女人的。这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让他死掉的不是因为别的女人的陷害，而是他的父亲不要他，是你不要他。小昭，别再跟我说你身不由己了，这不是你一次次舍弃我的理由。你真觉得送来一点绮罗绸缎，再对我嘘寒问暖2句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重新投入你的怀抱，爱你如初？姬成光，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你要去哪？回家。可最终我还是没能回得了家。娘娘，奴婢帮您梳洗吧。
今天可是您的好日子呢，得好好打扮才行。您想要个什么样的发髻呢？桃花髻吧。桃花髻是我未出阁时最喜欢梳的样式，那时我鬓边插着花，发尾绑着绳，跟他奔跑于旷野，春光柔柔的，晒得人心里甜。不像现在。叩见皇后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岁！整整13年，我从妾终于变成了妻。真的皇后娘娘，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，这么多人看着，笑笑。娘娘不打！我叫太医。我今心心美，我是时日无多了。上去他无上恩宠，让他母仪天下，富贵、权势、宠爱，他都有了，怎么会郁结于心？朕特意择定吉日良辰，授你皇后册宝，你却偏偏在这时候突显昏迷，是不是故意要让朕难堪？在陛下眼中，我竟是这般善使心计的人吗？皇后之尊，帝国偏宠，寻常人求都求不来的东西，这通通都给了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不过是贪心太甚，既要又要，丝毫不及当年的明德皇后。当初沈一楼在世的时候，对你百般顺从又诞下一子，你清算起沈家来也是毫不手软，如今倒是假惺惺的怀念起他了。小周，什么时候开始你对朕说话竟也这般句句带刺？是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你不要拦我！这太子侧妃我不当了行不行？我不要你了成吗？什么白首不离，一生只一人的狗屁誓言，统统见滚去吧！小周，你滚一点，只要你滚，我就不动你的家人。金城国，你混蛋！欺负了天下的人，往后便没有反悔的余地。你是我的，这一辈子都只能是我的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劝你最好不要跟殿下的关系搞得太僵。这是东宫，殿下为尊，失了宠爱的女人能有什么下场？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沈一罗是世家大族教养出来的贵女，循规蹈矩惯了，而我生性自由，不喜束缚，与她处处不和，就这般斗了许多年，直到那日她猝然昏倒。想不到我都要死了，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人竟只有你一人。我也没想到你会走在我前面。有什么想不到的？无非是他做的业障，报应到了我身上。夫妻一体，他就那样哄着我，让我唱白脸，他做红脸，然后把你这只单纯的小兔子引诱到这里，一锁就是13年。叶罗，我喜欢他，我想得到他。那殿下直接向江姑娘坦白不就好了？以殿下的身份，小周心气高，不愿做侧室，但东宫又不可能有2个太子妃。叶罗，帮帮我。他想得到你，又怕你做不了他的妻子，埋怨于他，于是让我做了这个坏人，让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以为是我横亘在你们2人之间，害你们不得圆满。原来早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恢复了记忆，还诓骗我说什么一生独饮，非我不可。我其实挺羡慕你的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自己做过主。以前在家的时候听父亲的，出嫁了听夫君的，不像你
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你为他落泪，为他欢笑，你至少是真心实意爱过他的。只是有时候我也不明白，你说我们两个女人斗来斗去，那个男人呢？那个男人，他稳坐高台，偏要独善其身，投下虚假的温柔，让我和沈一罗彼此撕咬轻牙，为他如痴如狂。明明他谁也不爱，姬承光薄情寡义，却反怪我不似从前温柔，不如往日爱他，真是可笑。陛下以前是不会跟我成真的，是人都会变，更何况已经过去13年了。妾此生唯有一愿，书能了去，玉洁自然会晓。你说，若有来世，与君死生。放肆！消灭千万刺痛之间。你不是要断情绝念，与朕死生不复相见了？那朕便成全你。来人，从今日起，皇后禁足未央宫，永不得出。娘娘，您凤体未安，奴婢这就去请太医。不必，我在这深深的宫墙里蹉跎了13年，终于可以回家。要不，你一介平民，会亲近家财，细心照顾，说到底还不是有所图谋，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可惜上天依然没打算放过我。我回到了大婚的时候，看到沈一罗领兵说我挟恩图报，不过嘛，这一次既然你是他的妻室，那就请太子妃带走他吧。这婚我不结了，天家的门第我也不屑于高攀。小昭，太子殿下此举怕是不妥吧？你已有发妻，怎么能跟别的女人拉拉扯扯？今日大婚全是因为我不知道殿下的真实身份，如今各还本道，我与殿下也自该一刀两断。不要我了吗？殿下哪里的话，你已有娇妻作陪，我这粗鄙卑贱之人怎敢妄攀高枝？只是我毕竟不是做慈善的，在你身上花费的诊金、衣食住行，还有你身上穿的衣服，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！殿下要还我，少1分都不行。放心，贵府对殿下的遗旨，东宫会10倍奉还。经此一遭后，姬承光每日给我写书信，他闹得人尽皆知，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说东宫太子对一个平民女子用情至深，可歌可泣。拿去烧掉。之后姬承光不再写信来，我以为他彻底死了心，庆幸自己终于能摆脱旧日梦魇。可那时太子殿下真有意思，娶了高门贵地的女儿犹不知足，还要尝尝我这清粥小菜的味道才肯走吗？小昭，你重生了是不是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烦请放开，不然你那太子妃你还要跟我装？小昭，你跟我一样都回到了原点，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，给了我们从头再来的机会。前世我困在深宫13年，委曲求全，不得自由，上天怜我悲苦，让我重活一遭。你竟有脸来寻我，说什么从头再来？我明白了，小昭，殿下是想要寻求刺激，你舍不得正宫又放不下我，所以想让我给你当外室。话本子里说过的，正室得名分，外室才得情分。那个太子妃一定木讷无趣，惹殿下心烦，所以才半夜强吻于我，想要跟我偷情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是真心爱你的。你的真心可真廉价，便是天下男人都死绝了，我江小舟也不会跟你有任何牵扯。小昭，这辈子我是不会放开你的。这都多少天了，归期怕是早就过去了吧？你这太子殿下不用回去跟你爹报平安吗？除非你跟我走。你们男人真奇怪，你没恢复记忆的时候，你那太子妃闯进咱们大婚的现场，非要说我挟恩图报、妄攀高枝。现在你也恢复记忆了，我不缠着你了，你反倒把我圈禁在这里，坐实攀高枝的名号。怎么着？我是你们夫妻情深中的一环吗？你们男的女的都要逮着我薅。你不一样，太子妃是我妻，但并非我所爱。我心悦之人在这里。往后的时日，
姬晨光夜夜留恋，将我看得极紧。后来沈一罗找上门，他也是紧紧将我护在身后，斥责他的不懂事。他说他不想让我带上任何骂名。他说世间最好的一切何该属于我？他看上去好爱我，可他明明都那么爱我了，却还是要将我藏起，隐于世人看不见的地方，生怕露出一丝马脚，遭到口诛笔伐。你说你爱我，对吧？我爱你。既然爱我，那干脆把你那太子妃废了，让我上位。姬晨光当然不可能废了他。沈家位列三公，在京都势力庞大，可以说他前世能当上皇帝，有一半是沈家在主理。嘴上说着爱我，心里还不是想让我无名无分做你一辈子见不得光的情人？殿下这爱啊，当真是虚伪肤浅。好，你说什么？你想要我就给。我知道姬晨光不可能做到，毕竟前世他能轻易放弃我的孩子，把我的真心弃如敝履，还假惺惺地说什么为了大局要我隐忍，我心死求去而不能，最终活活困死在深宫中。他的承诺我早就不信了。父皇同意了，允许你入住东宫。沈氏嫁你3年，温良恭顺，从无过错，如今却要为了一个女子废弃她。父皇，儿臣是真心爱慕小昭，只要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求父皇允准。原来前世他会给我太子妃之位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想啊。却不敢问你一句是否心动。殿下，给我讲讲你说的前生吧。前生我辜负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。他什么时候死的？娘娘是3天前走的。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朕？陛下您自己说的，要跟娘娘死生不见，以后娘娘的事儿都不许来打扰你。远处的山门，我走了之后，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我以为我很快就会忘了他，可夜里辗转反侧，看到的都是他的身影。我才知道，13年相濡以沫，我的心头早就被他占据。既然是那么好的人，你当初为何要辜负？因为秦国九五之尊不会向任何人低头，我以为他也不会是例外，可偏偏。小昭，我悔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如果能够从头再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你。小昭，我爱你，我不会再犯错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原谅我，好不好？若是我不问前尘，不为你深种情根，是否也能相逢去无痕？若我是当年你的一个回眸的眼神，殿下，挥舞人海的我好像有点前生的记忆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知道他在害怕什么，他怕我不原谅他，他所做的一切付诸东流，没有回还的余地。他怕我又变成和前生一样冷漠的样子。殿下不用担心，这段时间你所做的我都看在眼里。人非磐石，孰能无情？小昭，成为你唯一的妻子，是我上辈子最大的愿望。毕竟我是那样的爱你。小昭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原谅我，谢谢你还愿意回到我身边。今日15，月色正好，殿下请满饮此杯。小昭，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今天。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也是今天。小昭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下毒！不然呢？真的假装无事发生，然后跟你回去锁在宫墙内又是13年。女人可是很记仇的，我们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我们你要做什么？给我一个孩子，然后殿下你就可以毫无价值的去死了。一个任性自我的男人
和一个有着我血脉的孩子，沈家会支持谁做储君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哼，姬晨光真蠢，根基未稳就想着过河拆桥，招致皇上厌弃。他的太子之位迟早不保。我若是此刻怀上孩子，以后我腹中的孩子就是未来的太子。恭喜，我毒杀姬晨光一事不会被追究吧？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。放心，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。有沈家的庇护，你大可以横着走。他在断气前让我问你，究竟有没有爱过他？他不值得。我不喜欢明德皇后的命运，往后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流传出一个女人报复一个男人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找一个比她更牛逼的男人气死她的歪理。可女人何需要男人依靠？在那个男人没出现之前，女人不照样耕田犁地、织布做衣、采药摘果，把自己养得很好吗？怎么她一出现，女人的价值就被贬得一无所有了呢？所以说，用一个男人的爱去衡量女人的价值，是最无耻，也是最愚蠢的。大道无情，比起虚无缥缈、被人攥在手里看都看不到的爱意，还是实打实的权力和金钱更令一个女人安心。毕竟自己是不会背叛自己的，亲手做的总比别人代劳要有意思的多。千帆过界好，日子回归了寻常。该说不说，那女人真是出手阔绰，给我送的银钱珠宝一下子让我成为这里最有钱的人。每天走在路上，都时不时有俊俏的小郎君假摔入我怀，害羞表示想要以身相许。要不先找几个赘婿玩玩。